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次要介绍的是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死亡之壁》。这本书针对的是不希望在临终时充满遗憾，希望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依然保持清醒、自由、幸福的人。它不是一本单纯谈论死亡哲学的书，而是一本非常现实、直击现代医疗环境与人生决策盲点的指南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终末期的医疗必须由自己决定；第二，临终时依然幸福的人的思考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在作者看来，日本社会存在一个普遍问题：临终阶段。即使进入了后期高龄阶段，日本人大多数仍然不愿意正视自己的死亡，他们照常上医院拿药、接受检查，却从未认真思考临终阶段。我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命？如果罹患重病，我选择活得长一点，还是活得舒服一点？我想接受怎样的治疗，又拒绝怎样的治疗？我的生命最后阶段，想靠药物维持，还是想走得自然一些？这些本应由个人决定的重大问题，在日本社会却常常被忽略。害怕死亡，不愿意面对死亡，医疗选择变成自动模式。很多高龄者明明已经接近生命终点，却仍像年轻时一样对死亡避而不谈。结果，当真正罹患重病时，临终阶段，他们完全无法做决定，家人也没有方向，最终只能依赖医生的判断。而现代日本医疗系统在癌症治疗上几乎是传送带式的临终阶段，被诊断为癌症，立刻进入延命治疗流程。这就像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，一旦站在传送带上，人根本没有选择，你不想动、想下车，都来不及，流程已经在推动你前进。但作者提醒，正是这种自动化的顺从，让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主导权。日本人过度依赖医生的问题，太相信医生了，相信到不思考的程度。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医生说血压高，于是开始吃药，吃了10年、20年，甚至一辈子，从来没有想过临终阶段，这个药能带来多少好处，副作用是什么，不吃药会怎样，有没有替代方案。很多人只是因为医生这么说，便自动遵从。作者认为，这是极其危险的态度，因为医生的意见并非绝对正确，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且医生也会出错，也会因自己学习不够而给出落伍的建议。国外的情况完全不同，在那些无法完全依赖医生的国家，民众会主动学习医疗知识，他们习惯临终阶段查询医学资料，学习营养与预防知识，研究治疗方式，对不同疾病做未来模拟，思考如果得癌症，自己希望怎样治疗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会把治疗决策当作自己的责任，而不是全权交给医生。如今互联网发达，任何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查到大量医学信息，学习成本比过去低得多。作者强调，临终阶段，人们也应该习惯自己掌握医疗选择，而不是把命交给别人。癌症治疗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可以恢复如初。作者讲得很直白，临终阶段，很多人以为治疗完癌症就能回归原来的生活，但现实并非如此。抗癌剂的本质是什么？抗癌剂不会只攻击癌细胞，它也会伤害身体的重要细胞。于是患者会进入临终阶段，极度疲倦、虚弱无力、全身疼痛、免疫力下降，对生活失去控制力。抗癌剂通过点滴进入血管后，会遍布全身，身体一旦被毒性摧毁，很少有人可以恢复如初。因此，是否接受癌症治疗，必须在治疗前慎重思考，而不是跟着社会舆论或传送带式流程走。放射线治疗与抗癌剂，作者认为，临终阶段对身体损害最小的癌症治疗是放射线疗法。原因是临终阶段，放射线可以集中照射癌变部位，其余健康组织几乎不受影响，不会像抗癌剂那样遍布全身。副
副作用较少，痛苦较小。尽管放射线也不是完美，但以生活质量为优先的情况下，它比抗癌剂更容易让患者保持日常生活能力。手术临终阶段，不要让医生进行过度切除。癌症手术时，日本医生往往出于谨慎，会连周围的器官也一并切除，但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临终阶段，健康组织被切掉，体力大幅下降，手术创伤扩大，恢复时间延长，后半生生活质量严重下降。作者强调，临终阶段切掉多少，完全取决于医生个人的判断，而这个判断并不总是合理。举例，临终阶段，如果胃里有10克的肿瘤，按理说只切除10克即可，但许多医生会说，临终阶段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切掉2/3，这对患者来说是巨大而不必要的损害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临终阶段，医生取得执照后，即使不再学习医学新知，也可以继续当医生。如果遇上一位不学习、不更新知识的医生，很可能被施以多余且过度的手术。医学证据，临终阶段乳房只切除肿瘤部分和整个乳房切除，存活率其实是一样的。对于没有发生转移的乳癌临终阶段，无论是只切掉肿瘤保留乳房，还是把整只乳房切除，两种做法的5年存活率完全一样。这意味着临终阶段，癌症并不像医生以为的那样，一定会疯狂扩散。因此，并非越多切除越安全，而是应该科学合理的切除。医生并不伟大，你不必看医生的脸色，医生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如果你得带2的是会转移、难以控制的癌症，那么无论哪个医生、哪个医院治，结果都差不多，只是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。既然如此，你完全不需要害怕医生，不需要看他们的表情，更不需要迎合他们。你有权在临终阶段提出质疑，拒绝治疗，换医生，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医疗方式。而日本的好处在于，临终阶段医生数量多，你不喜欢这个医生，换个人就好，直到找到愿意尊重你、理解你、与你一起制定医疗方案的医生为止。日本人在面对医疗时，往往抱持一种错误的态度，他们普遍认为临终阶段，医疗是医生的专业，生死也是医生来判断，只要听话配合，就能获得最好的结果。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但作者指出，这样的想法完全错位，因为关于你自己的生命，你真正想如何走完人生最后一程，这些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医生不是你，他们无法替你决定你想怎样死去。把生命最后的大事交给医生，是错误的依赖。许多人长期以来习惯依赖医生，于是把最重要的决定权也交出去了，没有思考，没有判断，没有了解，更没有决定权，只是机械地遵从医生的安排。但人生的最后阶段，其实应该由自己掌舵。你想活得多久？你想活得舒服，还是愿意忍受痛苦，只为了延长一点点生命？你想在医院度过最后的日子，还是想回家，在熟悉的环境里离开？这些问题，只有本人能够回答。被宣告余命时，人往往陷入深深的后悔。当医生说临终阶段剩下的时间大概还有几个月时，许多人才第一次认真面对自己的生命，于是后悔的情绪不断涌出。如果当时不做那件蠢事就好了，是不是某件事缩短了我的寿命？那天如果早点去医院就好了，早知道更养生一些就好了。人类天性如此，一旦接近终点，过去的行为、过去的选择，都会被拿出来重新检视。即使知道后悔没有意义，还是会忍不住这样想：如果早点做检查，真的能改变命运吗？当癌症在晚期被发现时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要是早点做癌症筛查就好了。但作者提醒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现实中常常发生的是，早期发现癌症，医院立即要求进入治疗，抗癌剂副作用，反复住院，生活质量急速下降，
本来几年后才会出现症状，却因为治疗而提前痛苦。许多人以为临终阶段早发现等于早治疗等于活得更久，但这个等式并不总是成立。有些癌症在未治疗前，直到临终前不久都不会造成明显痛苦，而开始治疗后，反而生活质量大幅下降。所以作者强调，临终阶段癌症晚发现并不一定是不幸，现实很残酷，临终阶段抗癌治疗往往让身体先崩溃。某些癌症患者即使被宣告余命，只要不接受治疗，往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都不会剧烈疼痛，甚至还能保持一定生活能力。但是，一旦开始抗癌剂治疗或放射线治疗，全身乏力、食欲不振、痛苦指数暴涨、情绪低落、免疫力下降、行动能力骤减，许多患者的生活质量会在短时间内急速恶化。也就是临终阶段，不是癌症让患者痛苦，而是治疗让患者痛苦。任何人心里都会产生抗拒，我还不想死，怎么可能是我？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吧？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。但作者强调，在人生的最后时期，既然结果无法改变，再挣扎也无益，继续自责，继续后悔，继续怨恨，只会让剩下的有限时间更加痛苦。既然无法逃避，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如何面对死亡，并且思考在剩下的人生里，我要怎样生活，因为那才是我们还能掌握的唯一部分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临终时依然能感到幸福之人的思考方式。思考方式一，没有什么比当下的幸福更确实，没有任何事物比现在的幸福更确定了。为了长寿而强忍想吃的东西，为了健康而强忍想抽的烟，但这些牺牲真的能换来长寿吗？谁也无法保证。你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，但明天也许意外就会降临，甚至可能明天就不在了。如果现在不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无法真正实现自我。当然，如果因为抽烟导致患上肺癌，你可能会后悔早知道就戒了。但事实是，当你抽着自己最喜欢的烟，轻轻吐出一口气时，那份放松、满足的感觉确确实实存在过。到底要选择哪一种人生方式，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态度。但如今的人们往往忘记了临终阶段，此刻是人生中唯一真正可以确定的时间。思考方式二，把人生当作一场体验，勇敢尝试，不留遗憾。人生中的一切都是体验。例如，第一次去某家拉面店，结果味道非常难吃，进入难吃的店是一次失败的体验。那下一次的体验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吃到好吃的拉面，再去另一家店尝试。但现实中，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失败的人非常多，人类往往会以相当高的概率重蹈覆辙。失败已经发生了，无法改变。既然无法改变过去，就应该坦然承认失败这个事实。在生命的尽头，许多人都会后悔，最常见的就是不断怨恨过去，带着怨气，带着不甘，边后悔边咒怨地走向生命终点的人，往往都有各自的原因。但作者提醒，在人生的最后时期，怨恨过去只会百害无一利。如果从健康的时候就习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你愿意检视自己的错误，愿意改善自己的行为，愿意对人生选择负责的人，他们到了临终时，心里往往比较平静，比较踏实，比较释怀，也更有可能以幸福的心情走向生命的最后。思考方式三，一旦放弃，成功的概率就永远是零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很多人都会不知不觉地在心里放弃一些事情，有的是因为身体状况下降，有的是因为害怕丢脸，也有的是因为经济上的担忧。不行吧，我都这么老了，现在再去挑战，好像有点不好意思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这些想法在人的心中不断累积，最终让人连一点尝试的念头都没有。然而，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却至关重要的真理：
只要放弃，成功的概率永远是0。但只要行动，就会产生成功的可能性。当生命接近终点时，后悔会排山倒海般袭来。在人生的中末期回顾过去，大多数人想到的并不是做错了什么，而是没做成什么。等到生命走到尽头时，这些理由全都显得微不足道，而没做成的遗憾却成为沉重的心结。退休后，反而更应该行动。退休后的时间本该属于自己，没有了繁忙的工作，也没有业绩压力，不需要顾虑上下级关系。以前那些因为工作无法安排的事情，如今都成为可能。例如，你可以开始写作，开始绘画，开始旅行。退休之后，收入的压力不大，时间变得充裕，而人生经验和判断力反而更加成熟。事实上，有不少人在退休后成为畅销作家，甚至在70多岁才写出人生第1本书。也有人从70岁开始旅行，在80岁看遍世界。年龄从来不是阻碍，真正阻碍我们的是自我设限。挑战当然有风险，但没做的后悔更致命。挑战意味着可能失败，也意味着可能损失一些时间和金钱。但与临终时的后悔相比，这些风险实在是微不足道的。因为不做，你能确定一辈子都是失败；去做，失败只是暂时，成功却有无限可能。晚年最痛苦的不是失败，而是带着未完成的梦离开世界。人最大的障碍常常是自己的心。事实上，人类有一个普遍的特点，在行动前想太多，在想太多之后什么都不做。我们会自问，真的能成功吗？别人会怎么看我？这么老了还去挑战，会不会被笑话？或者被身边人泼冷水？你这个年龄还折腾什么？别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了，省点钱，以后养老用。于是，许多人被这些声音困住了，他们退缩、犹豫、迟疑，直到机会彻底消失。但是，那些选择被动不行动的人，往往就是在临终前最容易后悔的人。人生的胜负，真的在最后一刻才见分晓。人生是否幸福，外人没有资格评判。别人眼中的失败人生，对本人来说可能是无比幸福。别人看似成功的人生，本人未必觉得满足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你是否曾为了自己而活？是否曾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行动？是否曾堂堂正正地满足过内心的愿望？如果在生命最后一刻，你能带着这种心境离开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也活得很自由，我活得像我自己，虽然有失败，但我没有遗憾，那么你就能带着强烈的幸福感跨越死亡之壁。挑战让人生充实，也让死亡不再可怕。只要你愿意，任何年龄都可以开始新的人生。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让你不断前进，也让你变得坚强。丰富的人生经验，不断尝试的勇气，最终都会在临终时化为力量，给予你深深的满足和安心。人这一生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。我们从年轻时的忙碌，到中年时的责任，再到老年后的自由，一路都在学习、经历、犯错、成长。可到了真正临近终点的那一刻，我们才会意识到，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由成功与失败决定，而是由是否活得像自己决定。如果我们始终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迈步，因为顾虑他人而不敢表达心意，因为看清自己而不敢追求梦想，那么等到生命的最后，我们所面对的将不是平静，而是深深的遗憾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曾勇敢尝试，曾为所爱而行动，曾为自己发声，曾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属于自己的色彩，那么当死亡来临时，我们便能带着满足与坦然，微笑着告别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